雪試煉，穩如磐石。每次来海拉爾玩的都是漂移，要的就是一個飄起來。那在冰面上穩如磐石，還玩什麼啊？玩它浩博 A800的3電機4驅智慧底盤。那为什麼這套 A800的智慧底盤可以做到在冰面上也是穩如磐石呢？有3項關鍵的技術。首先，第一項呢是它的3電機4驅系統，它是在前軸布置了1個電機，後軸布置了2個電機。那麼它能夠達到前後軸的扭矩分配，同時還有後軸左右輪的扭矩分配。那麼這個後軸左右輪的扭矩分配呢，它就能夠實現去附加一個橫擺力。那麼這個橫擺力呢，就能夠保障你在日常駕駛的時候呢，會有一個更加穩定的姿態，同時呢，特別是在冰面上，能夠去避免轉向不足或者是轉向過度的情況。那麼第2項技術呢，就是它的 TVC 矢量控制的這麼一個系統，它是能夠去控制每個車輪上的驅動力的。那麼能達到的效果就是它是可以產生一個負扭矩的，也就是說它的左右輪是可以產生一個扭矩差的，那麼就能夠保障你在駕駛的時候轉向很靈敏的同時，又能夠做得非常的穩定。那這一點呢，就特別體現在我們在冰面上進行麋鹿測試的時候。當我們在非常大的圓形的冰面以及非常大的雪面上進行駕駛的時候，這輛車也是在 TVC 矢量控制系統的幫助下，車身姿態非常的穩定。那麼它給我們帶來的一個好處就是，各位駕駛者，當你在日常駕駛過程當中可能偶有遇到一些極限工況，那麼它能夠保障你在這種工況下依舊能夠以比較輕鬆的方式去應對。那第3點呢，就是它的智能魔爪的技術，其實就是一個預瞄的技術，它可以去根據你的駕駛的路況以及駕駛的參數，去預測你可能車輛失控的一個風險，並且去實時的調節車輛的狀態以及車輛的參數。這套系統的厲害之處呢，就非常體現在我們剛剛在一半在冰面上，一半在雪面上駕駛的狀態下，這輛車的整個駕駛操作依舊是非常非常的穩扎穩打和穩定，哪怕是我在這樣的路況下，一半是冰一半是雪，我去猛踩油門，車輛的姿態依舊是相對來說很穩定的。我覺得這輛車你在冰面上想把它飄起來都是一件很難的事情。那麼其實整體來看，它的這個底盤的一些功能呢，就非常類似，我覺得像E3方再加上雲輦的這個效果，像比如說在高速防止爆胎後失控的這些功能，它也是能夠實現的。那除了底盤做得很好很穩以外呢，其實 A800也是一台在設計上做得很有心思的車。比如說它的車頭燈用的是一個首創的3翻轉的設計，它可以通過翻轉的形式呈現出關閉然後智駕或者說是行車燈的3種模式。那包括從尺寸上來說呢，它是達到了532的一個數據，5呢是指車長超過5米，軸距呢達到了3米的軸距，那它的車寬也是接近2米的。那它主要的一個定位呢，還是比較宜商宜家的一個定位，可以說更加看齊 A6L 的這樣一個市場定位。那在車內呢，它也有一些比較巧思的設計，比如說它的後排呢是一個常規4座，但是可以切換成5座的一個形式。它正常的使用狀態呢，後排是一個2座的形式，中間有一個非常大的島台。但是呢，在你需要應急的時候呢，這個島台也可以去升起作為第5個座來使用。同時呢，它的這個遮陽簾做的也是比較特別的，它的遮陽簾是布置在了2塊玻璃中間的，可以達到的一個好處就是那它的這個座艙內的靜謐性會更好。第2點就是它能夠去更好的擴充一些你頭部的空間，因為它的遮陽簾是在玻璃的上面這一塊的。那同時呢，在智能化方面呢，從芯片到車機到它的智能輔助駕駛的系統，用的全部都是華為的，而且是華為最新的這些系統，所以它的智能化做的也是非常強的。廣汽的底盤再加上華為的智能方面，所以這台車呢，我覺得它不只是沒有短板，而是它做到的地方全都是它的長處，它的強項會比較的多。那麼除了對標56E，對於原先想要去買 BBA 的用戶，這台 A800
可以成為一個不錯的選擇，更有性價比的選擇以外呢，其實我們從它的在底盤上的配置也能看出來，它跟像尊界 S800呀，或者是腾勢的 Z9 GT 這一類的車型呢，也是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對標的。那麼對於喜歡這些車的用戶來說呢，這台 A800也是一個很好的，我覺得是一個平替的選擇吧。